南昌真热，天热地热，而人也像天气一样热辣鬼精。方言 battle， 说话如吵架，沿街吃饭，热闹非凡。每一份地道的南昌菜都会用南昌人的热情豪爽来调味。南昌人的饮食就在自己家里搞的，接地气家常菜，加辣、加盐、加味精。而南昌的味道，用南昌人的话就是好呀嘎，恰嘎。终于在宵夜前赶到了南昌。以我的经验，南方夜晚这样安静一定是假象，这氛围才对呢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花生啤酒加烧烤。来，8号、9号的鱿鱼须，143的五花肉，没有10个人给我打3分鸡叫出来。1号、3号上去了。火爆烧烤的掌门人必定有脾气。9号上菜。小郭，老郭烧烤现任掌门，年纪不大，规矩颇多。再帮我加2个。你不要点第二次，第二次不加单，每次来都这样的。牛。文红秀，过来上菜。不要用这种态度来跟我说话，晓得不？老板娘，帮我上下菜。没空。每个成功老板的身边总有一个漂亮的老板娘，小文，小郭老婆，负责上菜以及熊小郭。你刚刚说的6号做2份。哦，我不敢叫他做事哦，怕他哦，那太可怕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事啊，我夸你好，夸你妙，夸你呱呱叫。老板娘，我在打麻将，我老婆就去给我拉稀。曾经的小郭年轻气盛，一开始的时候他蛮喜欢玩的，打牌、打麻将、网吧玩游戏。而如今浪子回头，继承父业，开始指挥店里的一切。6号、1号，他142，他9号，就他们142，他9号，带走。那个可以加菜吗？谁哦？我妹妹的同事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密的原则。但是你东西搞好了，顾客没有话说的。硬气的来由是符合我上海路吴彦祖的口味，导致我抛弃了上海路一众烧烤摊，来了这里。鸡脚很好吃，鸡脚啊，每次鸡脚我都会吃。哦，是烤鸡脚，这主打菜挺新鲜。每天下午4点，小郭爸爸老郭准时上班，把控烤鸡脚核心流程：焯水、洗净、剪甲、开背，这都是一般招式，卤制才是关键。高压锅精准焖煮10分钟，鸡脚软而不烂，保证口感。卤水中再浸泡2小时，里外入味。到这一步，鸡脚已就位，坐等上炉，完成最后的味觉升华。而老郭烤鸡脚的大招则是明火。用明火烧烤的店不多，原因简单，火势太大不好控制。而大火与卤鸡脚就如志明与春娇，绝配。饱含卤水的鸡脚，表皮被明火迅速烤出焦化层，胶原蛋白特有的香味在烈火中溢出。
趁热入口，肉质软糯，还夹杂着一丝筋头巴脑的 Q 弹，再加上一丢表皮的焦香，绝子，软糯，它卤的入味，烤的时候火候刚刚好。有的时候烤鸡脚可能会烧焦了一点，它基本上不会。凤爪中间那个软骨那个部分特别好吃，很香。入口即化，让我吃了一盘又想再吃一盘。什么？袋子2个哈，一要2份，要2份。如果烤鸡脚是老郭烧烤的主力输出，那烤梅条肉和带子则是他家的绝杀菜品，食材新鲜，限量供应。那个高牛2份别辣椒。精选一头猪仅有2块的珍贵梅条肉，大理石纹路，油脂均匀分布，通宵运送的连云港新鲜带子，洗净就上烤架，1秒都不耽误。辣椒面配梅条肉，蛋液包裹着鲜带子，新鲜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。这话好像在哪儿听过。食材的本味瞬间俘获食客的芳心，当然也包括我。夏天的晚风还是最配夏夜的烧烤啊！来南昌不吃老郭很后悔的。去啥？送人家嘛，回去。谢谢啊，拜拜，美女，拜拜。去虾啊好。到了。来，小舅。谢谢老板。不要主食。我这人原来不懂事，自从结了婚也要小为人懂事，晓得钱的重要性。只要努力赚钱，就会比人瞧得起。来，老板，你坐过来。来，抱一下。爸妈口中成熟了的小郭，此刻终于有了闲暇时间，恢复心不在焉的二世祖模样。此刻的他，仿佛才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。啊？你不是不吃吗？我吃一个。你有毛病嗦！他刚刚上了2份喽。吃安。不能吃。亲一下。曾经的懵懂少年，如今为丈夫、父亲，沉稳不少，但心性犹在。保住这份心气，活成自己的样子，这应该就是老郭烧烤没有变味儿的真正原因。翻来覆去，魂牵梦绕，10年一夜，只为相思苦。相思什么？当然是粉。 2个粉3个刀。3个是拌粉，1个肉粉。我老粉了3个刀。南昌每天喊你起床的不是闹钟，也不是梦想，而是一碗南昌拌粉。江西人吃粉有1万种方法，烫粉、泡粉、炒粉，种类繁杂，百吃不厌。先吃一碗热粉，再吃碗冷粉。1个粉1个汤，标配的。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就是吃粉长大的，没有办法，南昌人就是喜欢吃粉。而南昌人把粉吃出了新高度，一大早来碗重口拌粉，刺激，再配上一罐鲜浓瓦罐汤，神仙吃法，爱了。这么多人，这是哪家？哪个家的？打包一个蛋糕过来。来，注意别瘦的哈。小美女，2碗不要辣椒的，就巴不得你多加点子了。我们辛苦个事。
饮食这一行我都喜欢，你说哪里好吃，我就一定要去吃，我都是有目的的，就想搞一点新颖的东西吃。那江西人就是天天吃粉都不厌，没有这个粉呢，早上都不知道吃什么，没主意了。秦姨，江湖人称秦胖子，良心拌粉30年，店里的招牌嘛，必须是秦姨的笑声。哎呦，不要瘦的了，不要瘦的了。良心肉头店就是对得起它这个招牌良心店。它的用料很足，肉是特别的大，货真价实。你看它有你拳头大。5元一碗，果然良心。我没闻过哎。这是妙叔，后勤总管。马上要简单了。夫妻开店，独当一面。秦姨前方拌粉，妙叔后方烫粉，配合默契，才能满足汹涌而来的本地吃粉客。再问，拌粉。哦。我们自己家的米粉是自己买大米到那个加工厂加工的，我是全大米，他们不是全大米，他那个米粉呢就是硬硬的。烫粉的手法也很重要，必须清水冲洗6遍后才能出锅。米粉周身米浆退尽 ，Q 弹清爽不粘连，才是制作拌粉的最佳状态。酸菜、榨菜、猪油、葱花、秘制酱油、秘制辣酱、秘制姜丝，各式配料分类入碗，比例全靠秦姨拌粉30年的手感。粉比较滑，很劲道，而且有米香味。这就是我的情怀和习惯，就是你在外面吃不到的一种家乡情感。不说别人，就说我家卖粉卖这么多年吧，如果我没卖完了哈，剩一点粉了拿回去炒，我们家小孩就是抢着吃的，饭都不吃，就吃这个。找了码哈。从30年前在绳金塔开了第1家店，直到今日，秦姨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吃这件事儿上。这些全部是我自己，我一直做不成，我做10次我都要做的，我也就摸索嘛。这次觉得我一想不怎么香，我一加芝麻酱、花生酱、13香什么了。特别是以油炸这些东西要做到，别人家炸的辣椒，它是有辣椒籽的那个味道，它虽然也香，但是它口感呢不是那么柔软。我这个叫柔软一点，吃得过去，吃不到那个辣椒籽的味道。9981样调料混合 DIY， 花30年将辣酱调到香辣鲜俱全，难怪是绝密配方了。我喜欢做这样，他们都不是由衷的吧？我真是喜欢做这样。粉已下肚，得再来罐汤。这汤的制作就把控在妙叔手上。每天清晨，妙叔就得开始制汤。只选用猪前腿肉，2两2一个，多年从未减量。猪的2个前腿呢，它是活肉，它就比较嫩。这分量，实名羡慕南昌人。嗰啲粉見到好加嘎，加嘎。早就想喝汤，刻在骨子里。当地朋友告诉我，每个南昌人的灵魂深处都装着一钵热腾腾的瓦罐汤。有着湖城美誉的南昌，水质优秀，加上临近景德镇的瓷器加持，逐渐发展出现在的瓦罐煨汤文化。如今把持主流地位的是煨汤4代目，小罐煨汤讲究精致，而3代目土灶煨汤原始豪放。至于1代、2代的缘起，已经无从考证了。南昌瓦罐汤只需简单底料，各种食材相继入罐。最后封上锡箔纸，放入大瓦缸。
煨足8小时，久煨不沸，不见明火，最大限度保持食材的营养价值。而在市井人家，本地人还使用着土法煨汤，大块丰腴的肉与咸鲜的墨鱼干相继入罐，柴火土灶，暗火酒煨。老人们一直坚持着这种耗力的传统煨汤方式，将爱融入汤，长久地传递给孩子。家人围坐，共饮一罐汤，享受着悠然的人间烟火气。南昌夏日的中午，一个字：热。窝在空调房里，我得想想中午吃什么了。既然来了南昌，那就吃鱼吧。南昌鱼米之乡，金三江而带五湖，河鲜丰饶。南昌哥们儿早上吸粉喝汤，中午喝汤吸粉。这中午的粉有什么道的？先来一碗尝尝。桂鱼白汤配米粉，南昌兄弟真会吃。饱吸着鱼汤的炖粉，一定得大口下肚。软糯米粉就着鲜汤迅速塞满口腔，如凝脂般饱满润泽，满足。操办这美味的，就是他。老板应该是那种什么样的人呢？长得帅呀，是不是？那时候的颜值哦。性情中人吧，没有价值，养生。1100，1800，我先600。辛格这碗饕餮鱼粉的掌勺人，5年前接力父亲老店，成为南昌的赣菜之光。桂鱼煮粉是我们这边特色，南昌鄱阳湖这一带吃这个菜的。它这种鲜是纯天然的，它比较鲜，因为桂鱼本身就比较鲜。然后我们粉呢是我们南昌自己特色的米粉，桂鱼煮粉是它这里的一绝。桂鱼煮粉比较鲜美，属于我们赣菜嘛。赣菜被人戏称为第9大菜系，在8大菜系的夹击下显得默默无闻。不过南昌人对自己的家乡菜相当赞赏。我们赣菜没有在5大菜系8大菜系里面的，它就是符合老百姓接地气家常菜，加辣、加盐、加味精，味道重，又鲜又辣的那种，跟那种重庆那种麻辣不一样的。红烧甲鱼、红烧黄鳝、红烧青蛙，都是红烧的。赣菜热衷于烧制，做法大刀阔斧，不究细节。每道食材在南昌厨师手中都得色泽红润，鲜味醇厚。红烧甲鱼，赣菜烧制做法的典型代表，必须现杀现做。你像我们这甲鱼都喜欢用的是那种公甲鱼，而公的甲鱼的话，它比母的甲鱼的话，它的那肉质哦紧实一点，然后是从高安市那边引进过来的，它那边水库比较多嘛，水质也比较好，所以它的东西就比较好。鄱阳湖优质的水源养育了体格壮硕的甲鱼。果然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红烧先过油，甲鱼块一定得先大火爆香，胶原蛋白与滚油的亲密接触，别提有多香。重口味是赣菜灵魂，重油、重盐、重辣，文火焖煮，肉质入味，大火收汁，汤汁浓稠，出锅。
先吃肉那是青铜玩家，王者级别的吃货都从汤汁开始，汤倒满，饭拌匀，这才是红烧甲鱼的正宗吃法。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这个甲鱼，烂的。裙边我蛮喜欢的，嚼上有嚼劲，比较符合我们南昌人的口味。果家店绝杀。走，婶婶，慢走。出了厨房，新哥又成了撒手掌柜，围裙一脱，就地躺平。婆湖岛饭庄就像新哥和伙计们的乌托邦。新哥凭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，收拢一帮小弟。他在这里打工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里认识了，还在厨房里杀鱼，现在当老板了。我新哥哈，他是我一个梦想，非常有责任心，任何方面哈都做得很到位。来了，喝酒啊！还可以啊。17年那个时候接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店里开始走下坡路，交半年的那个房租是有点困难。那时候跟我哥啊、我弟啊他们借了点钱。后面因为我们毕竟开了17、18年了，有固定的老客户，客人电话都有的。那个时候发短信的时候屏蔽了2次，他说我们那个欺诈，然后我们发了以后，然后老客户就陆陆续续来了，渐渐就是一年比一年好。有些事情就要面对，逃避是那个小孩子做的事情，不要去怕。来了，喝酒啊！知世故而不世故是新哥的人生境界。这看似玩世不恭的笑脸中，是南昌掐嘎的热烈市井气。走啊，兄弟！听说在南昌有一种只有江西老表才能心意相通的美食暗号。你一说到去外面吃饭，你就会想到两室一厅。两室一厅，南昌人最爱的小饭馆统称，也是江湖大哥们情感交流的最佳场所。真正南昌人饮食文化就是两室一厅，他们就是以自己家为一个餐馆的地址，就是那种老南昌的感觉。我是觉得比较有人情味的。好家。真正的美食都是吃货做的，看来这句话没错。对呀、斌哥，南昌最红两室一厅创始人。22号的人来了吗？3楼42桌。小的。3楼45桌哈。3楼45桌。都上去了。来上1个人位置吧。哎，刘哥。 20年前，凭借着一身厨艺和好吃的本领，斌哥在一群朋友的帮衬下，开起了餐馆。好，这都是老邻居。哪些？这都是。没做过这种的，都进来在这了都吃啥？好，晓得了吧？哎，不下不下，哎，老邻居，没事，老邻居，老邻居了。好，慢走。除了朋友的帮衬，必然也少不了老婆的支持。刚才在栏杆叫3个人做几道的？33号啥决定？面对源源不断的食客，芬姐丝毫不乱。南昌市的起源都在这里，那时候很风靡啊，高峰应该有上百家，都叫粮食店，但是现在都生存不了，也就是我们一直在生存。几位呀你们？稍等呀，等上到那场了。因为我原来喜欢炒菜，邻居说你就开一个了啊，我就这样开。跟邻居说取名字，我说不取，就叫两室里。跟邻居到我这块就到两室一厅去吃饭。又在吃，小心芬姐发现。这不吃肉只吃皮吗？今天渴了嘛，就吃点肉嘛。我们本地人都不吃肉，都吃西瓜皮。西瓜皮，那是夏天儿时的味道。柚子皮啊，什么西瓜皮，每个夏天都会炒。不止西瓜皮，在南昌吃皮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。瓠子皮、柚子皮、冬瓜皮，南昌的厨师皮
皮的魔力转圈圈。炒好西瓜皮，提前腌制是关键。加盐腌制10分钟，瓜皮多余水分流出。大火爆炒，爽脆可口。我觉得姜汁很神奇，可以把西瓜皮做成菜，又酸还是很脆的感觉，也很下饭。爽口，特别的好吃。可是，一盘西瓜皮就红出圈了，这可不是南昌老饕的标准。等等，远处传来一阵浓香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我说嘛，这才是镇店之宝。一道啤酒鸭，让扬子两室一厅在20年前成为了两室一厅界的顶流。我这里加了50年，这个的店干了7多年，我们就加了7多年。现在小孩都这么大了，我跟老公结婚之前就来了结婚。这里的啤酒鸭可以代表是南昌的味道。南昌人对时令时鲜看得极重，鸭肉凉性，夏天吃鸭温补滋养。选用1年的本地老鸭，肉质紧实。我们的啤酒鸭用的是南昌的老鸭，因为是我们南昌人喜欢加清火过来的呢。八角、桂皮等多种香料抹去鸭的干腥，干辣椒一发入魂。接着就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。兵哥的啤酒鸭不加1滴水，只用啤酒包熟鸭肉。南昌本地的啤酒原麦质丰富，最大释放鸭肉的鲜甜。1瓶、2瓶、3瓶，我醉了。先入高压锅，高压作用让卤汁充分进入鸭肉，软而不烂。后加猛火爆炒，肉质紧实，汁水饱满。一道啤酒鸭被兵哥做成了南昌最讲究的菜，果然掐嘎。就很好吃。一瓶南昌米酒下去一烧是吧？这个啤酒鸭就不一样了。比较偏向于老南昌的味道吧。啤酒鸭也相当香，我们东北鸭子没有这样好吃。大概吧不，大概吧不。老林上啊，30多年的老林上。这鸭子像2公斤的。就是我们的情怀，南昌市没有不赢的这家店个。那时候好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基本上天天在这吃啊。人这一辈子一定要有感恩的心，没有感恩的心，这个人走不长久的。这里的菜味，按北京话说，这是盖了帽了。谢谢，加嘎。来，举杯！干杯！曾经靠着邻舍们帮衬开起来的两室一厅，如今还是老友的聚会圣地。但比老友陪伴时间更久的是与兵哥相濡以沫多年的芬姐。他找我的时候就说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，所以我会不停的拼搏，做到为止。我觉得这就是好日子，开开心心的2个人在一起，每天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曾经是年少青涩，现在看是满眼温柔。逮的那个烟啊！对呀，上次我就在这里领的这个。小郭和小文依然贯彻着上班好哥俩，下班撒狗粮的原则，让人感叹爱情
情真好。秦妮积极为儿子筹备新店，看来离享清福的日子不远了。哎呀，来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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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佛系新哥还在保持着干菜之光的名号。他说，坚持是比突破更难的事情。哦，走这边。不久后，扬子巷就要改造了。来了。哎，好久没看到你。但只要兵哥和芬姐还在，这些散落各地的人们就总能找回熟悉的记忆。来到南昌，就像来到了江湖。食物只是诱饵，觥筹交错间，豪爽的南昌人表达着对生活的无尽热情。江湖菜馆的拍摄已过大半，入秋的天气慢慢转凉，但南昌依旧热辣。临走前，再擦去额头上的汗水，来一碗重口拌粉，就一口鲜甜浓汤。好，加咖就杀。这味道，恰嘎。